今天给大家拍这个布鲁可这个起源变形金刚正天尊，这是超越版的定价是99块，然后发售还不到一天呐，它就已经跌到60块了，现在应该是59块钱吧，差不多这个价，价格已经是我觉得还蛮合适的了。我是64块钱买的，还买早了一点。然后呢，整个我是已经拼好了，就不带大家看板件什么的。然后它的金色的那块板件我是喷了一个香槟金的，所以说可能跟速煮起来的食物稍微有一点区别，但区别也不是很大。那这个盒子是非常好看，我们看到它这个镭射探光的一个效果，布鲁可加一贯的这个风格。盒子不大，然后呢，但是正面有非常好看的正天尊。正天尊这个角色能出倒是蛮令人惊讶的，这有配件展示，但是没想到这就是布鲁可起源线的最后一款产品了。我以为他们会把13天元，至少会把太师傅给出了，结果他们就只出了个正天尊，然后就再也不出起源的东西了，就，有点遗憾，那就只能是等那个孩之宝去出那个他们的一个太师傅和黑寡妇了，我就要等他们等这两个东西。然后整体拼完的一个感受，给我的感受就是。好看是非常好看的，但是玩起来并不是特别的舒服，而且它的整体紫色零件的一个水口是非常凶残，就是修了之后会很明显，就很难去做到一个完全的一个消除的。但水口的一个白痕和一个位置开的都不是很好，那整体并不算没有之前的网图看起来那么大只啊，其实并不算很大，可能就一个 SG 高达差不多一样的一个大小，但是应该是比他们家的威震天再稍微高一点点，但是我手头没有那个威震天，我那送朋友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拿来做一个配对了。那整体的一个造型还是非常霸气的，紫色、灰色、金色相间的一个效果，显得非常的一个大气。然后还有它的这一对机翼也是做了玉涂装的一个处理，玉涂装的板件一共是有3块，一是面罩，这样就是2个翅膀。整体玉涂装的面积并不是很大，但是效果呢都非常的好。整体的一个。我们先来看整体的一个造型吧，我把它稍微掰到正面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罩。整体这个面罩还是非常帅的，就是霸天虎的一个标志的一个面罩。然后呢，这次的一个眼灯效果，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。我们看到，这次虽然是一个蓝色的眼灯，但是点亮之后呢，整体的一个非常霸气的一个感觉是有体现出来。然后玉涂装的质量也还 OK 了，但是紫色零件我们能看到非常严重的水纹是有的，但是胸口这2块是真的很润了，这2块装甲确实是非常好看。这种，因为我个人是非常讨厌孩之宝某段时期 G1 玩具，就是每个玩具都追求 G1， 然后就非常的方正的，我就非常讨厌那一种方正的设计的，我就是那个时期退了孩之宝变形金刚的坑的。然后我是非常喜欢这种在变形金刚上能出现这种稍圆润一点的设计，不会显得那么的死板，也非常的有个性。整体的一个水口什么这些我都是简单修了。金色我就是喷了一个香槟镜的一个效果。胸口这个设计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，3个金色的一个人形。再来看一下腿的这一个造型，我觉得也蛮好看，就是黑紫相间的一个装甲的效果，但是我们能看到水口依然是非常的明显，可能也是我修不到位吧，好吧。后面的机翼有边石，后面的机翼就不能从后面看，这些注数点还是非常明显的。然后一个机翼带的一个蛮漂亮的一个玉涂装，紫色、金色。蓝色的一个涂装，然后呢，它的紫色是有深浅2种效果在的，是会有深浅。我们能看到这是深的紫色，这是浅的紫色，它是做了一个小色差分色的，我觉得还是对于质感提升还是蛮有帮助的。那整体的一个配置就是一个，它这个叫什么炮啊？它那个名字很中二，它这个炮叫什么我忘了，反正非常的中二。我看一下啊。好像说明书上不知道有没有写，是有介绍说这个炮应该是在盒子上有写，叫什么没有啊？算了，找不到，反正就是一个蛮中二的一个名字。还有一把3叉戟，这把3叉戟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涂装了，分色就较为简单，但是呢造型也是非常霸气，整体立起来也比正天尊高了不少了。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吧，这次的可动让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太舒服，玩起来非常的不舒服。首先抬头有这么多，低头的话，因为它这个长面罩基本就是没有了，而且我们能看到它这个面罩的尖端是会和下面这个装甲干涉的，你左右转的话这样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想低头的话是会影响到，所以你只能是把它们抬起来进行一个转动，只能是这样的进行一个转动。整体头部的可动范围并不算非常大。肩甲的话，带一个避让机构，解锁开之后，平台可以到90度。这次这个手臂和胸部连接这一个关节，基本是往前一动它就会掉，就可能把玩的时候需要多加注意吧。平转依然是带的，这次依然是带了铁皮同款的一个下拉的一个手部关节，拿这边来给大家演示吧。往下拉，解锁开这一段之后，手臂的弯曲是能大于90度的。那你没解锁，但是这种关节我觉得比较烦的就是你复位稍微需要费一点功夫，需要先把关节往回按完之后再给它升回来，这2块紫色的装甲才能回归到位。那这样就是这里就是经典的一个球关了，不用看，布鲁克经典的一个关节。腰部的话是前后基本是后仰是有一点，那前面的话依然是只有我们看5度差不多一点点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，因为它这里是2个球关，是一个球关加一个连接的方式，就还是会有一点点，但是聊胜于无吧。左右侧摆是各15度左右，也没有15度，10度左右吧，左右侧摆。腰转依然是可以转满1圈的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腿这里是像高达一样做的那一个避让关节，你可以把这个关节向下这样之后，再来进行一个前踢，是能够超越90度。后踢自然没有后裙甲的干涉，还是非常不错。侧踢的话肯定是90度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腿的可动是蛮不错的，一个弯曲是能够完全贴合，但是呢，稍微装甲的疮疤有一点严重，这一块膝盖甲并不能随着它关节的一个移动来进行一个遮挡，但是毕竟是定价99，现价60的一个东西，也不用要求它有太多的一个联动。布鲁克本身就是做儿童玩具，你做到这东西简单拼，然后造型好看就够了。那左右2块装甲是对称的，而我看有的人是不对称的，可能是他装错了。这左右2块还是对称，有的人说这里是不对称的，那应该是他装错了。我这2块是对称的。整体的一个香槟金也是非常好看。还有这次我不是很喜欢的点就是腿部可动有稍微有点糟糕，接地是还 OK 啦，但是前后的角度，前的角度是没什么问题，后的角度我就觉得不够用。因为郑天尊是一个有翅膀的角色，如果你能把踮角度做大一点，它把一个飞行的一个 pose 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当然翅膀关节也是有可动，这2片加上这里，你可以把机翼做一个收纳，也可以给它做一个完全的展开。那可动的话，这样也是可以转的，非常的不错。翅膀该给的可动都有了，但如果能给一个算了类球关的话也不错。这后面有个导弹发射舱，并没有给到分射。整体主体的一个表现就是如此，我觉得还是非常优秀。你看这个脚又掉，布鲁克的关节还是蛮容易掉的，这一只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这一次没有给一个支架，所以光靠这一盒本身的配置是难以去摆出一个腾空的 BOSS 的，它就只给了一个地台，给了2个紫色火焰的一个跳件，除此之外没有给多的哦。还有给了2个安于脚底的一个连接件，可以把它插到插孔这里进行一个固定，但是我觉得没什么用，因为装上去之后反而不好拆下来，你得借助工具才能很好的把它拿下来，就影响你这样平时的一个站立了。然后武器的话依然是你拔开就能进行一个安装了。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炮啊，这个炮确实是挺帅的，简简单单的2块零件，它这一边的这一个装甲跟这一边的装甲就多了一个洞，然后这个炮就是2个零件，所以装上之后整体的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，甚至做了一个镂空的一个细节，我还是非常喜欢。加上整体一个金色香槟金线条的一个勾勒的话，这一款郑天尊确实是设计的非常好看。但是我最喜欢的13天元还是那个太师傅啊，起源里面的话是那个太师傅，他那个兽形确实帅啊。孩之宝会出，但是应该也要到明年或者今年年底的事的。还有那个黑寡妇，那2个到时候
买了再给大家做测评吧。那这一款依然是带手型替换的，就是这种带有谱的那种比较儿童的一个手型，就不用多说，海之宝的布鲁克的一个经典配置了。那这一款真天尊，如果你问我99块买的话，我肯定是不推荐99块买，绝对是不值的。但是呢，现在这样的一个价位的话，不管是你从凑角色的角度出发，还是单纯从外形啊，这个一个怎么说，一个13天元8天5起源，也不是说8天5起源吧，8天5标志的一个起源角色，或者你拿去搭配威震天，大家去配 D16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。你去配御天敌都好，因为他的头不是给御天敌砍掉了嘛。但是布鲁克的御天敌应该是比他要大只一点的，那个超级形态的话，整体的比例我也不知道正不正确啊。但是单从本体这一支单体来看的话，表现还是不错的。那可惜布鲁克再也不出起源线的东西了。希望他们后续如果真的有计划的话，能出一下太师傅吧。没有的话也没有办法。然后星辰版，我现在最喜欢布鲁克的就是星辰版了，就等它第5弹、第6弹，到时候混天豹和修罗王也都能进行一个合体的话，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